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当你来到山西之后，到处可以看到那些遗留下来的晋商大院。今天我们探访的也是一处老院子，它就是民国时期的财政部长、中央银行总裁的故居，据说是非常豪华呀，占地面积达到6000多平方米，里面有6个院落，2个花园，其中花园的面积都达到了1/3。他当时是民国首富，他的故居豪华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里面很多家具是古董，是无价之宝。同时呢，横梁上面据说都有黄金铺满了。他就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，也是蒋介石的连襟。因为孔祥熙的夫人就是宋美龄的那个姐姐嘛，大姐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西晋中的太谷县古城。孔祥熙他就是1880年出生于山西的太谷县，后面呢出去读书留学，回来之后就做一些生意，财富呢累积的越来越快。于是在1930年，孔祥熙就回到山西的太谷老家，在这个县城买下了一栋老的宅院，它是以前晋商大户孟家的宅院，始建于清朝乾隆时期，被孔祥熙花了2万银元买下之后，他就开始打造了。因为他是想请蒋介石和宋美龄来他的家里居住嘛，他和蒋介石呢是作为连襟，那买下了豪宅呢，肯定想他来参观一下。于是孔祥熙就在这里大力的改造，把里面建得富丽堂皇。后面1934年，蒋介石果然来到这里居住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他这个宅院里面看一看，到底豪华到什么程度。那么孔祥熙为什么会在太谷买一座大的宅院呢？一方面是跟他老家在太谷有关，另外一方面呢是太谷本身的环境位置造成的。大家都知道山西有个平遥，名气非常大，在清朝的时候呢，平遥被称之为是清朝的金融中心。但是在山西有这样一句话，金太谷宁祁县同平遥，平遥却是排在金银铜最后一位，那么排在第一的就是太谷。从这里呢也能够想象得出来，太谷不一般，金是黄金嘛，在这里就显示了太谷的富裕程度。在民国，太谷有这样的称呼，中国华尔街。还有一点就是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太谷古城，在这里呢能看到很多晋商大院。在清朝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就是晋商它是以在太谷能够有一栋院落、一座大院为荣，并不是什么人能够在太谷买一座房屋，或者说建造一座房屋，因为当时它这里属于金融中心，一般的人是没法在这里置业的。按照太谷县志记载，太谷最巅峰的时期，它的财富占到了全国70%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那个时候太谷的黄金多到地库、金库都放不下，直接是放在大街上，就是那些票号的门口，所以才能想象得出来，太谷这个地方在清朝的重中之重。清朝灭亡之后，尽管说晋商有点衰落，但是那个时期太谷的地位还是非常好，所以孔祥熙才回这里呢买一座大院。前面就是孔祥熙的宅院了。来到山西看晋商大院，大家发现没有，都相当于是高墙大院，跟我们在南方看的那些木头财主大院完全是两回事。从外表看起来，这个孔家宅院就非同一般。它现在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在这个宅院对面呢也是一座老的房子。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去这个宅院里面看一看，上面有几个大字孔祥熙宅院。它这个房屋呢，我们现在先看的大概是3进院落，总共呢是有6个院子，还是非常大的。从大门进来就是第1进院落，这个地方呢比较小，没什么看的，我们就直接去第2进院落，也算是正式的进入到孔家宅院里面了。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处宅院，它是有200多年的历史了，坐南朝北，东西宽91米，南北深69米，总的面积是6000多平方米。里面呢有东西花园、正院、书房院、戏台院、厨房院等等。它主要的看点就是等一下我们在里面看到的那个家具，还有呢黄金做的横梁等等。这里就是2进院落，
在以前晋商的时候，这里属于管账先生住的，就是账房。因为当时孟家呢也是一个晋商大户，生意呢遍布全国很多地方，那么账房的话是必不可少的。后面孔祥熙把它买下来，这里呢就变成内监居住的，左右两边呢是东西厢房。孔祥熙呢把这个东西厢房分别命了名，东边叫三有堂，西厢房呢叫三多堂。这就是三有堂，即有由、有为、有守。孔祥熙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家族的人要有计谋、有作为，家产能够守得住，其实也算是一种美好的愿望。而这个里面呢，展示的是孔祥熙的一些生平。说到孔祥熙，我们就不得不说孔祥熙与中山先生还有蒋家、宋家的关系。孔祥熙呢，1880年出生在山西太谷。尽管说他家里一直是经商，但是呢，到了他父亲的时候，由于抽大烟等其他行为，算是已经败光了家产。所以说，孔祥熙从小呢，家庭条件很一般，他只能呢去靠捡煤渣以便来生活。后面还得了一次大病，不过呢，被当时的教会所医好。所以孔祥熙呢，他那个时候就认为，长大了如果出人头地之后，就一定要回到家乡有所表示。尽管孔祥熙当时家庭条件一般，但是呢，他确实是聪明好学，很小的时候就把当时那些启蒙书籍、四书五经等等学得滚瓜烂熟。后面家庭条件稍微有所改善的话，孔祥熙呢就去读书，最终呢去了日本留学。在1914年与宋爱玲在日本横滨结婚。由于宋爱玲是宋氏三姐妹的老大，这个时候呢，孔祥熙就与孙先生和蒋介石成为了联军。从这个时候呢，他开始算是平步青云。当时担任过民国的财政部长、中央银行的总裁，后面呢还担任过行政院长。到了1944年，孔祥熙呢才下台。这个宅院呢，孔祥熙和宋爱玲在这里还居住了挺长的时间。西边的房屋呢，就是三多堂，即多福、多寿、多男，这个很好理解了，福气、寿命、男子。在这个里面呢，就有很多珍贵的物品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福字圆形木雕，看起来是非常精致、非常精美吧。这个木雕中间是福字，四周是环绕着8只凤凰、4只蝙蝠，雕刻呢是栩栩如生啊，很精美。在旁边还有其他精美的家具，眼前看到的这是一个大的衣柜，檀木制作的。我们平时现在家里用的衣柜呢，就是普通的那些木板，而这里呀，非同一般。你看这个衣柜上面呢，还有春夏秋冬的花鸟图，真的是太精美了。一般的人家哪有这样精美的家具？这些家具上都有非常精美的图案，这个图案不是画的，也不是雕刻的，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手法，把那些贝壳放到这个里面，可以说是一种镶嵌的手法，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，我们平时也很少看到。在衣柜后面就是一张床，这个床呢非同一般，非常精美啊，上面雕满了龙，只要我们能看到的地方都有龙，柱子、顶部全部都是啊，大大小小的，这可以称之为龙床，真是太精美了。整个孔家宅院这么精美的家具其实是非常多啊。我们常说你的家里如果有一件这样精美的家具都不得了，而这个孔家大宅院呢，里面呢可以说是数不胜数。二进院落看完了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走，前方看到的就是官厅，在民宅的话就称之为过厅，是宅院正院的主体建筑，是孔祥熙平时接待宾客的主要场所，面国3间，进深3间，面积达到80平米。在这个官厅的额房上面雕刻了很多精美的花卉、鸟兽图案，最重要的，大家看起来这上面是不是金光闪闪的？这个是1934年孔祥熙为了迎接蒋介石来到这边，他就在这个额粉上面涂满了金粉，所以看起来才是金光闪闪。到现在已经80多年过去了，还保存得完好，这种的话真的是极其少见了。现在去官厅里面看看，这个里面呢有好几样宝贝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清朝著名画家郎世宁做的一幅画《苏绣十犬图》。郎世宁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介绍，他其实是意大利人，
后面来到了清朝，在宫廷里面当画师，一当就是几十年。特别是在宁川有个博物馆，现在还保存着郎世宁画的乾隆的画像，所以我们经常说乾隆长什么样子，可以去云昌的那个博物馆看一看。这一幅画也是非常精美啊。在旁边还有一顶轿子，据说这个是孔祥熙当年坐过的，不知道真假呀。我感觉不太可能，因为这个轿子太花里胡哨了。按照孔祥熙的身份，一般他不会坐这种轿子。另外呢，那个时期其实已经有汽车了，孔祥熙应该是会坐汽车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个轿子会不会是孔祥熙的呢？如果真的是孔祥熙的话，那历史也是很悠久了，也是一件宝贝。那其实整个过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头顶上看到的这些大梁，这个大梁跟我们平时看的是不是一样？在这里呢是金光闪闪，它其实上面是铺满了黄金。它这个大梁呢在民间俗称滚金大梁，大梁上面呢有黄颜色的牡丹花，这是当年把黄金化成薄片镶进去的，所以我们看到上面这些花朵全部是黄金，其他的金光闪闪的可能涂的就是金粉。在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，头顶滚金大梁，脚踩方砖满地，这就形容一个家族的富裕程度。这些全是原版的，特别是上面的那些黄金，纯度是达到 99.6%， 真的是无法想象豪华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。谁能够想到在自家的横梁上面竟然镶嵌黄金，而且是整个大梁布满了。那么这个呢，主要是为了迎接1934年蒋介石来到他孔家，所以孔祥熙特意弄的。来到了孔家的宅院，到处充满着财富的气息一开始我们说孔祥熙从小是非常聪明伶俐的，后来1907年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，他就回到了太谷这边，立马就开始做生意，而且很快呢就完成了财富积累。你像这个祥记公司，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，它就是孔祥熙创立的。同时呢，孔祥熙还创办了多家银行。我们来看一下孔祥熙有多么厉害。他是1880年出生的，他1915年就创立了银行，相当于是35岁的时候在太谷这里成立了银行。到了1922年，他又在天津这边创建了银行，当时是出资20万元。那时20万跟现在不一样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期呢，已经财富累积得很快了。过了官厅就到了三进院了，这里呢就是相当于是内宅，就是孔祥熙一家人居住的地方。三进院落前方最北面呢就是正房，左右两边呢我们常说的厢房，但是这里呢可以称之为绣楼，也可以称之为小姐楼，因为孔祥熙的小姐就是女儿，就住在这两边，孔祥熙自己是住在2楼。大家看一下他这里的建筑非常奇怪吧？我们平时看晋商大院，它窗户是很小很黑暗的，而它这里全部改掉了，这都是原版。大家看看中间圆的是不是像一个铜钱，就证明孔祥熙他是以赚钱为主，因为他一生追求的可能就是这个东西。他是晋商出身的，然后呢他有晋商的天赋。你看在1915年就能够成立银行，它不简单了。然后旁边呢就是四方形，这个就我们常说的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圆方说的意思就是说孔祥熙要求他们家族赚钱得有规矩，没有规矩就不行。现在去正房里面看一看，孔祥熙和宋爱玲就居住在这个里边，并且呢里面还有一个罕见的珍宝，可以说是孔祥熙宅院里面最珍贵的，就是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床。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稀奇，但是这个床有一个独特的名字，叫做龙床。它分为上中下3层，这个都是比较罕见的，并且呢在这个床上面有599条龙，599 95至尊。那么这个床呢就是孔祥熙专门为蒋介石打造的。因为1934年蒋介石来到山西，他先去了阎锡山的老家，后面又来到太原，最后呢来到太谷孔祥熙家里，并且在他家里居住了1个晚上。
那么孔祥熙当时为了迎接蒋介石的到来，我们说他在那个官厅里面用黄金弄横梁，那在卧室呢就专门打造了这样一个床给蒋介石居住。为什么会有上中下3层呢？中间这个肯定是睡人的，那最上面那个呢有个小房子，相当于是放蒋介石的书籍。蒋介石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看书的人，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，所以呢他就会随时携带很多书籍。同时呢在这个上面呢还有个暗格，是用来存放一些秘密文件的，因为蒋介石不管走到哪里，他可能随时随地要处理文件，那为了保密就放在上面。那最下面这个它这个是用来烤火的，因为蒋介石是冬天来的山西，那个时期比较冷，所以就在床下可以放火盆，那晚上睡在这个床上呢就会比较舒服。不过尽管孔祥熙安排的这么周到，但是实际蒋介石来到孔祥熙家里，他并没有住这个龙床，而是住在其他地方，等一下我们还能够看得到。看完这个龙床，现在去2楼，那里是孔祥熙和宋霭龄以及他女儿居住的地方。在2楼中间，首先映入到眼帘的也是一张床，这个也称之为龙床，因为上面也是布满了龙，据说是孔祥熙和宋霭龄当年在这里睡过的床，不知道真假呀？大家觉得他这些床到底是不是原版的？我不敢肯定啊。现在这个卧室除了这个床呢，也没有摆放其他东西。现在呢就去那个秀楼看一看，就是孔家的小姐居住的地方。这间房屋是孔祥熙2女儿孔丽俊居住的地方，她是人称孔2小姐，1919年出生在山西太谷。当然当时出生的不是在这里，而是在孔祥熙其他的房屋。我们如果看回忆民国4大家族的书，里面一定得提一下孔2小姐孔丽俊。她从小呢便杀也成性，在学校呢最喜欢看别人打架，10岁出头他就学会射击，13岁呢便会开车。宋美龄非常钟爱他，常常夸赞令俊天生豪放，女生男相，很像我。因为孔烈俊从小呢就女扮男装，他喜欢穿男孩子的衣服。他跟宋美龄的关系非常好，宋美龄经常去哪里呢都会带着他，特别是他们2个人情同母女啊。孔烈俊有这样的背景，所以造就了他飞扬跋扈的性格。从小呢应该算是无法无天，不过呢谁也没办法，无可奈何嘛。孔烈俊呢一生未婚，1994年去世了。整个孔家宅院是有6个院落，刚刚我们看的三进院是孔家居住生活的地方，现在去其他院落看一看。从孔祥熙的正房过来之后，就是一个戏台院，这个是那个时期唱戏的地方，我们说的堂会。当时蒋介石来到孔家之后，简单的跟孔祥熙寒暄聊天之后，在差不多傍晚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院落。大家看这里，尽管说现在是有这种窗户，其实在以前呢是走廊。蒋介石呢就是坐在走廊这里喝茶，看着前方的那个表演。那当时蒋介石呢住也是住在这个院落旁边。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蒋介石居住的地方，卧室就在这个小房间里面。我们去看看1934年秋，蒋介石携夫人视察此方，于11月10日到达太谷，曾在此居住。这个房间看起来不大呀，比较小。那么为什么蒋介石会住在这个小房间，而没有住在孔祥熙为他准备的那个大的地方，那个龙床呢？主要是因为这个房间可能安全性高一点。我们这样看起来是普普通通，但是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呢，以前是有一条暗道，就是说这个暗道呢能够直通孔家宅院的外面。遇到紧急事情的话，蒋介石呢能够通过暗道进行逃生。这个就跟我们在西北看到蒋介石的行宫一样，旁边也是有很多暗道的，可能就是蒋介石非常重视安全吧。蒋介石呢在这里住了1个晚上就离开了。当然了，宋美龄当时是没有住在这个地方，宋美龄还是住在了孔祥熙他们夫妇为宋美龄安排的地方。你看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塑像，这就是蒋介石来到孔家时候的场景。
当时呢，孔祥熙呢向蒋介石介绍一下情况。那这个人呢是太谷当地的名人，他的书法很好。当时蒋介石来的时候，孔祥熙就带着他向蒋介石献了一幅字画或者书法一样的。这个孔家宅院我们就看完了。作为一个官宅，跟我们平时看的晋商大院确实不一样啊，豪华的有点过分了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下个视频再见。